看聚焦2.0，我是高文英。我们知道说失智症它是不可逆的，不过就在今年2025年有新药，当然药费不菲嘛，第一年是100万起跳，这是重大的突破。它是透过静脉注射打到体内，可以延缓衰退35%。过去我们知道有许多失智症的个案，像是气象主播李富成，他自己形容正前往失智的路上。今天是台湾美食家陈红首度在镜头前要聊到陈妈妈。陈妈妈她也失智了，83岁年初的时候手术麻醉之后，出现了健忘跟情绪不稳，一切都从情绪不稳开始嘛。今天要请陈红老师娓娓道来。我们今天品尝年菜哦，这些都是必吃的年菜。不过热量5大天王，其中冠军是笋丝蹄膀，4103大卡，相当于15碗的白饭。锁定这一集，欢迎今天的来宾群。多了一个小女孩一样，你就要变成要去照顾她的情绪。我后来才发觉到，我妈妈真正很符合只要为你活一天，确定的可以让这个类淀粉蛋白可以从大脑把它排除掉。好，所以这个将来是我们这个最大的一个希望。来哦，来哦，啊，流出来了啦，人家流出来了。这怎么会不严重？这个严重。还有哦，又来小小的细微了，这是恐龙的吧？这是台湾美食家陈红老师首次在电视节目上分享陈妈妈失智的故事。她是孝子，非常孝顺，平常陪妈妈唱《夜来香》，我们先来听。好感人，因为现场陈妈妈现身。陈妈妈你好，好漂亮哦！你要叫文英姐，文英姐好漂亮哦。老师，妈妈是83岁，对。然后您说她麻醉之后有一些健忘。其实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我妈妈曾经在2年前也曾经在新竹回家的路上跌倒，我不知道可是我在去年当我得到医生通知妈妈有阿兹海默，而且得到重大伤病症的，在户籍所在地都已经通知的时候，我会告诉所有家属，其实你要开始转念，家里面不是因为老人家发生什么样的疾病，它反而让你有更多的时间重新去面对这个生命课题。然后我觉得我们家里面又多了一个小女孩一样，你就要变成要去照顾她的情绪。我一直过去把我妈妈当作公主病，可是事实上是我妈妈真的在改变。老师，妈妈听得懂其实你在讲什么，妈妈都听得懂她唯一就是缺乏安全感，所有在这个病症绝对不是一触即发，所以我常常在讲说，现在不管是一般我们说有婚姻的家庭，就是说有了新娘，千万不要忘了老娘，也就是说，你还是要随时去关心。他要的就是安全感，是他要的就是你跟他在旁边，你就是要陪他在生活上面。我后来才发觉到，我妈妈真正很符合只要为你活一天。我小时候曾经做过一个梦，这个梦很早就已经预知我自己未来要面对这个问题。我曾经梦过我母亲，她的头大身体小，一直萎缩，一直萎缩，萎缩到有一天变成一只小鸟，就直接就从窗户外面就飞往蓝天。这个故事我在您 FB 上看到，我那时候看了很感人。我那时候就在想，原来我这一天已经到来了，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多一天就是赚一天，就好像我们现在老朋友聚一次少一次的概念。然后我能够有这一段时间，我就是陪他。就像我妈妈当初我外婆是帕金森症，我妈妈会抱着她的脸，然后在她妈妈耳朵旁边跟她说话。然后所以您有家族史，魏医师您怎么来看？因为今天妈妈就坐在这儿。对啊，其实这种神经退化性疾病，大家都很怕说，自己家里长辈有，自己会不会有？不过我想先安慰一下大家了，这个有遗传的机会非常低。
可能不到10%。哦，所以你也不要因为说家族里面有人有这个神经退化性疾病就特别的担心。阿弥陀佛，但你的风险可能略高一点，但你只要注意到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变化，所以它跟糖尿病不一样啊。对，那个风险就高很多。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3种东西的检测法。好，陈妈妈，跟巴特，你刚你好，我是吴医师。哇，好帅！我们刚才在楼下化妆的时候有遇到你，还记得吗？我记忆力很差，不太记得了哈。好，那个我想问你简单的一个问题，那你尽量回答我好不好？好的。好，那今天是民国的几年几月几日，你知道吗？我都没有记，几年几日多晚都没有记。他只记得，他只记得前一阵子不是跨年吗？他半夜他梳妆打扮哦，他以为跨年是要拜天公，他以为。所以我就知道这些东西，他已经对他来说乱了。所以吴医师在刚刚的问话的用意是什么？对，就是看他的定向感，对于日期的定向感。因为其实失智症人他大部分对日期都，我们刚才有提到嘛，他对日期会忘记。好，所以通常失智症人他是讲不太出来今天的日期。那有时候退而求其次，我们会问简单一点。那陈妈妈今天是礼拜几，你知道吗？今天哦，现在要问你，有一点困难哦。今天播出的时候是礼拜6，那你知道你家的地址吗？你家的地址你还记得吗？马屋路了。老人家，你家住哪里？不要讲。所以吴医师，所以他也是这2个问题都记不住。对，其实定向感里面包含人事时地物嘛，对，所以你看日期他讲不出来，有时候对地点他也会讲不太出来。那陈妈妈，我讲3个东西，你先记一下好不好？你要跟着我先念一次哦。红色，快乐，脚踏车，好，那你要记得这3个东西哦。脚踏车，红色，快乐，脚踏车。哦，快乐，红色，好，脚踏车。对，那我稍晚会再问你一下，好不好？那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计算问题，好不好？你应该有会去买东西嘛，对不对？好，那如果说你身上有100块钱啊，用了7块，还剩多少钱？有100块钱啊，用了7块，用了7块钱，还剩多少？还93。哦，很棒，很棒。对，那再用掉7块呢？再用掉就是等于剩多少？是80。对啊，数学不太好的我也回答不出来。刚才是93嘛，对不对？那再用掉7块的话，会剩多少？就是7块3。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第2个问题就已经有一点困难了，所以我们叫做序列性的减7的一个计算。那通常有失智症的人，他可能前面2个或许还答得出来，第3个以后要答出来就越来越困难，这样子。对，那陈妈妈，我刚才有说3个东西嘛，对不对？那你可以讲讲看，那3个东西是什么吗？不晓得。你可以讲讲看吗？所以有没有颜色的部分啊？不了解。什么写？刚才有讲一个颜色嘛，对不对？什么写？好的，了解了。所以吴医师他这个就是检测出来的。对，其实他失智症人，他对于这种短期记忆就会丧失的非常快。他对过去的可能10几、20年、30年前他都记得，但你要记他记新的东西，他就特别的困难。陈妈妈加油！2025有失智症的新药，我们先来看气象主播李富成、李贝贝，以前是年代的主播，资深的气象主播，现在88岁。他形容自己说他有失智症的家族史。有一次他迷路15分钟，脑海中一片空白，发现自己正在前往失智症的路上。北北，你要加油！简场的妈妈失智10年了，妈妈是在73岁发病，83岁离世的。最早的征兆说她最爱的打牌都没有兴趣了。那么林志玲的妈妈是在2019年，她办婚礼之后，妈妈吴慈美病情迅速恶化，直接到不认得我们了。我觉得她撑到我嫁掉是很神奇的。我请教吴医师，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个案，失智第一个它是有症状的，但有的是很急速，有的好像是比较缓慢的，为什么呢？对啊，其实你看我们这些有名的人啊，不管是他本人也好，还是他的长辈也好，其实很多都受到这个失智症的这个困扰，包含我们今天的型男主播这个陈鸿陈大哥哈。那其实这个失智症的这个特征就是说，它会慢慢的变坏，
所以从初期的这个记忆力的开始损伤以外，慢慢的它开始会出现一些认知功能上面的衰退，包含情绪上面很大的问题。所以在照顾上面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那过去在治疗上面，的确我们没有太多的突破。过去20-30年，大概我们都只能用一些药物去延缓它的衰退。但是其实你要让这个致病的因子，尤其这个类淀粉蛋白，要把它除掉，过去是没有办法的。不过在去年，我们开始，现在已经2025了嘛。对。但去年我们开始有一些突破了。你看重大突破就在今年2025年首款的失智症的新药，可是它的透过静脉注射就打针，对，打针打到体内，那这个要解释一下，可以除脑部类淀粉的沉积，这是重点啊。类淀粉沉积指的是？对，其实过去这个阿兹海默氏症认为它的病因主要就是这些类淀粉蛋白对于这个神经造成的毒性，所以造成了我们脑神经的损伤、衰退掉、衰亡掉。那当然现在就是这种静脉注射的方法，目前有2种核准的药，一个是2个礼拜打1次，一个是4个礼拜打1次。那不管是2个礼拜、4个礼拜，其实它打起来都很贵，很贵。那目前台湾它的进程有可能在今年的可能4-5月，有可能就会上市。好，那当然现在还在讨论啊，就是说这个健保到底能不能给付这个药。不过我个人的猜测，要给付的机会不是那么高。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费用，我们第一年它包含一些脑部的检查啦、正肢扫描啦、基因检测啦，要排除掉说某些人他在使用上面可能风险会太高，对，所以你做这些检测，他可能就要花个20万、20-30万，那加上这个药费1年大概70万，所以第一年有可能就会到100万之谱。那以后每一年要做的时候，他也要做一些追踪啊，看脑部到底有没有发生那些出血啊、水肿这些问题，还有包含这个药费本身就要70万，对，所以这个负担的确是相当大。那以这个失智症的病人族群那么大的情况之下，这样健保到底能不能这个承担这样的一个财务的风险呢？我觉得这个是目前这个健保局应该也正在伤脑筋的事情。前兆跟征兆很重要，这个是北市联医中医师林顺谷他的分享诊间个案，也就是说有一个失智的长辈深夜他只穿一条短裤在家游走，甚至尝试开门外出，越要求他们多穿一点，他就是越爱跟你唱反调，这个是一个征兆吗？对，其实照顾上面这些失智症的患者，其实他本身判断能力就是有下降的问题，所以他天冷也不晓得要加衣服，天热也不晓得要脱衣服。好，那他们的这个个人清洁上面可能有很大困难，有的甚至会把这个大便啊、小便拿起来把玩，所以会弄得乱七八糟。好，所以其实在照顾上面，的确是失智症的这个家属是非常辛苦的。很多人就是一个人失智，那其他全家人全部都要去照顾他，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社会上面的负担。有2张检测法，有2张手板，我们先来看，哇，这一张手板检测法是密密麻麻的它是一个检测的衡量表。对，我稍微讲一下，这个叫 AD8 了，AD8 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实用，那可以让我们一般社会大众都可以针对自己或家人可以去做一些检测。接下来另外一张手板，我要请洪哥来接受测试。您在位置上来接受测试，这个是您示范一下。对，那这个其实它是所谓帕金森氏症哈。我们刚才讲失智症，它也是第1大退化性的疾病。好，那帕金森它就是第2大退化性的疾病。那以这失智症里面退化性疾病，帕金森的失智症它也是排名第2，排名第2。那大家可以对自己做个检测，其实这不难呐哈。那其实建议是50岁以上再来做检测就可以了，不用太早做这个检测。那很简单，我们就是一手这样动个25下，1、2、3、4、5、6，这样一直动到25下。要不要莲花指？不用。什么样的手势漂亮都可以那主要是看这个食指跟拇指它的动作有没有平顺。对。如果说你出现它会有一点迟疑，或大小的振幅会不一样，或频率上面会变得不规则，对，那可能你都要小心。那当然你做完左边，你可以再做右边。好，接下来是预防跌倒的平衡运动，所以治疗师这个运动是必做的吗？对，因为跌倒是我们长者意外死因的第2名。好，所以平衡感是非常重要。好，那如果在家里面训练平衡感，可以记住一个守则，就是减少底面积。比如说你单脚站，或者是呢垫脚尖，或者翘脚趾。好，那我们今天呢带大家做一点比较游戏化的方式。你要带洪哥一起来做。对，没错。好，那我们先踏入这个圆圈里面，踏到这里面来。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用这个单脚站的方式，然后呢，我们要踢跟你圆圈一样颜色的脚椎。那你听它的顶端把它踢倒。踢倒就好。对，它需要点力道。好，所以你在踢的时候呢，它就会有这个平衡感的这个训练。接下来第2关呢，我们加入一点变化。有什么走路的方式？好，那边走呢，你要边找到跟它一样颜色的，像这是黄色的，
就把黄色踢倒。哇，有难哦，有难度。对，它就有一点挑战性。接下来第3关呢，好，我们要去模拟捡东西的时候，比如说呢，我们走回来，把刚刚踢倒的其中一个蓝色的捡起来，是好，然后能够呢，好，把重心放低再捡起来的情况下，再走过来，好，然后找到一样颜色的圆盘。蹲下去，把它放下去。哦，好，所以它其实需要一定的下肢肌力，跟这个重心的这个训练。所以色彩也是蛮重要的。对，所以我们加入一点颜色，辨认，然后你就再找到下一个，比如说红色的，对，把它依序找出来，蹲下去，每一个都归位了。哦，我懂了。对，好，所以它重心转移刚刚是变成前后左右，那这就变成上下，我们是针对不同角度去做训练，这样子。好。也就是说，我们要边做练肌力，而且要想，这也是王增宇医师的新书，这当中提到了4+2R， 而且讲到了肠胃道里面的好菌跟坏菌到底是什么意思。来，王医师，我们先来看这个个案，对，他原本是144公斤，哇，后来减多少？减到56，整整减了快88公斤，都纯脂肪。真实故事，对，他是从澎湖来的，他特地从澎湖来到高雄，然后花了1年又10个月，等于说他是以1个月3.7公斤的速度，完全没有停滞期的瘦下来，而且他没有运动，也没有用药物，他就是靠饮食，所以饮食的力量其实非常大的。他吃的是4+2R 代谢饮食法，没错，因为我们的饮食它其实主要是一个以肠道菌的健康为宗旨的饮食。因为近年的研究发现说，所有的非传染性慢性疾病其实都是跟我们的肠道有关。那肠道菌的影响就是生活形态影响最大，不管是你的饮食、你的作息，其实都会影响到。那所以其实你就会发现说，如果你可以把一个人的肠道菌相调回一个正常健康的生态系，它是可以协助你的身体回到它原本健康该有的样子。对，这个是 R1、R2、R3、R4， 我了好多。对，到底是什么意思 ？R1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用途，就是它可以快速的把蛋白质拉高到60%，让我们的肠道菌相有个大洗牌。因为这个是你过去的均衡饮食当中不会有的蛋白质比例。那再就是现代的人对于盐分这件事情有点上瘾，吃太咸。对，那其实吃太咸跟不管是三高疾病，或者是很多我们讲的肥胖也会有相关。可是因为 R1 你是用蛋白粉，它没有任何的调味料，有些人只要经过 R1 的这个3天之后，他对盐分的阈值就变得非常敏感，他吃东西就不会吃太咸。到了第2阶段，我们就开始大量介入这些好菌喜欢的食物，所以其实 R2 就是一个植物性的奶蛋素饮食，大家都是用高的植物性蛋白，像豆腐啊、豆浆啊、植物性纤维啊、坚果啊这些慢慢去介入。那 R3 才会开始加入低脂肉类。为什么会这样吃呢？因为好菌只吃素，坏菌只吃荤。请大家记得这个口诀：好菌只吃素，坏菌只吃荤。对，所以你不要问我说，王医师，那鸡胸肉可以吗？它是荤。近年来，肠脑轴这件事情非常被重视，发现肠道是第2个大脑。那包括像我们失智症，其实会发现肠道菌大概会跟5个失智症都有相关。如果你的肠道菌相呈现一个坏菌多的状况，他们会分泌一些像内毒素，我们说的 LPS 这样的东西，它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血脑障壁去影响我们的脑神经，让它呈现一个发炎的状态，甚至是会让我们的贝塔类淀粉的蛋白的形成增加。今天王医师眼前的这一道是您推荐，还有手板呢，对，来把手板拿起来给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那个手打鸡肉豆腐排。那这个的话，其实设计给一开始无肉不欢的人，希望他们可以多吃一点豆腐料理。是，对。那因为老年人有个很重就是他们的牙口不好，对，所以如果你要他吃鸡胸肉，他是吃不下去的。那如果你要补充蛋白质的话，我们会建议可以像这样的方式，你可以把板豆腐跟鸡胸肉用调理机打碎。打碎之后，对，打碎之后加一点鸡蛋，让它变得比较粘稠，然后就可以把它像是那个把它握成像棒球一样的状态压扁，然后加入一些葱姜蒜这些香料，就是变成另外一种汉堡肉的概念。对，没错，它是一个植物性蛋白质比较多的肉排，而且它属于比较低脂肪。那这个的话，就是小朋友吃或老人家吃，其实都非常的适合。中医如何治疗失智症？这是诊间个案，是阿嬷不爱走路，体力越来越下降，喜欢去菜市场。以前啦，现在说不喜欢出门了，白天都一直躺着，而且晚上又睡不着，所以他怎么回事？李医师后来确定他就是失智吗？是。那因为他的家人带他来，是以为说他是因为他的膝盖痛，导致他以前很爱去菜市场买菜啊，然后现在问他就说，没有想要去了，可能就会白天一直在家里躺着，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就会去
一直去敲那个家人的房门，说，你晚餐有没有吃啊？有没有衣服要洗啊？这一类的事情。然后家人会觉得说，是不是因为白天的活动力减少，是不是膝盖痛的关系？所以就带他来看诊。然后我在看他膝盖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小腿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伤口，而且都已经化脓了。可是因为他平常都穿着长裤，他自己也都不知道。然后问他怎么受伤的啊，他自己也都没有印象。后来我就问他说：“那你中午吃什么啊？或者是现在大概是几点的时间？”他回答的都跟实际上的不太一样。所以我就跟家人说：“你可以带他去神经内科啊，做一下检查，是不是有一些失智的前兆这样子。”那当然后来就是确诊有失智症。那如果说以中医来讲这个失智的问题，那我们的病位主要是在脑，可是大部分还是跟肾、心、脾会有关系。今天这是好方子，一夜好眠安神汤，这要拿相机拍下来。这边成品有吗？来做一个介绍。就是这个的话呢，我们会用这个就是茯神，然后莲子、柏子仁跟肉苁蓉。那因为肉苁蓉它有很好的补肾的作用，所以肉苁蓉它也可以很适合在失智症方面引起的失眠的部分。那这一道是健脑氧气通络茶，这平常喝的还是？对，像比如说刚才的安神汤，我会比较建议是在傍晚之后开始喝。那如果说我们平常啊用脑过度啊，或者是已经觉得自己的记忆力稍微比较不好的人呢，就可以用这种健脑氧气通络茶。那因为像天麻的话呢，在以中医来讲，它是可以常服的东西，就是很长期服用，它有延年益寿的效果，而且它对于我们的脑部有很好的保健的作用。好，接下来这个必学哦，因为要学梳头，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拍打穴位。可以请陈老师当你的 model 吗？来，有请洪哥，60岁了耶，逆龄哎，冻龄哎，来，请上座。人体的精华的血液啊，还有清阳之气都会聚集在头部这边。所以是靠自己指腹去刺激或按摩吗？这个非常的好。如果说我们平常在外面的时候没有携带梳子啊，可以用自己的指腹去按摩。那比如说，我挑一把梳子可以吗？好，这一把可以。您只是比划一下，不要弄坏它美丽的造型。是，就是这个梳头的顺序如何呢？对，我们梳子其实有很多种。你觉得是建议从前面往后？我觉得可以分成2种，一种是我们帮家里的长辈去用的方式，那就是由前往后。那如果自己的话呢，我觉得加强版，您比划一下，对，加强版就可以逆向。好，比如说梳子选择，我会比较建议是这一种的，它的头是比较圆润的。我也是，我平常都拿这个东西，我就是直接来，我就是加强，你知道吗？真的要加强。有的地方会有一点酸酸的感觉，对吗？特别的酸。我不是只有就是顺时钟、逆时钟，我就是一直加强。可以，反正它就是代替指腹。就是如果觉得有筋结的地方或者特别酸痛，可以多去加强。它好像对于预法或者是防脱落也是有帮助的，会有帮助，因为它改善血循。像我们自己如果说帮长辈的梳头的话呢，建议的方式就是先从前发际的地方，就是在发际这边嘛，是，然后我们就是到头顶的这个地方，头顶的位置呢就是2耳间，就像我们在梳洋娃娃的头发一样嘛。对呀，我懂啊。对，要轻柔，帮长辈梳就是这个方向，就是这个方向。那前发际往到头顶的地方呢，这边是30下，然后头顶呢再往后到后发际的地方，这边也是30下。反正就是头皮按摩的概念就对了。对，然后再来就是头顶呢往2耳的方向，这边各20下，所以呢，这样子加起来大概是100下的方式。那一天可以1到2次。所以这样的收费标准大概是要收多少？那如果自己梳呢？如果自己梳的话，加强版我建议一定是要坐在椅子上，避免跌倒。自己梳的话呢，头可以往前一点哈，然后稍微往前低。那这样子你也会觉得好像整个血液往前冲的感觉。那梳的方式呢，我们先从后发际到头顶的地方。是。那这边也是30，然后再来是头顶往前发际的地方30下，那再来就是从耳朵，这次就是从耳朵往前这样子，然后这边各20下。好棒，2种梳法。今天为什么有擀面棍黎师？来，是。那除了我们头部之外呢，其实全身的血液循环都很重要。我先把这个放在旁边，我们头梳完之后还蛮多的，真的还不错，自己居家保养这样子。就是我们头部按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再加强脖子这边的血液循环，因为这个是真的蛮重要。
也可以自己来，或者是我们可以帮家里的长辈。好，来，这样子好。来，比如说你的手心是用这种微凹陷的方式，它是一个中间还会有点空气的气压，又不会太痛嘛，那就是可以从这边是风池穴这个位置可以多拍打，改善这边的血液循环。那有的长辈这边其实常年都已经很酸痛了，它也会影响到他的睡眠。这样拍一拍之后呢，他也会比较好睡。所以要有空气感，它打下去才不会痛，对不对？但是它又因为有气压的关系，所以还是有改善血液循环的效果。我们刚刚一直讲失智跟肾有很大的关系。对，那肾腧穴呢，我们多拍打，它的位置是在正对肚脐往后的，在腰的这边，也可以多拍打这个地方。两侧，对，这个其实自己拍打也都蛮好的。这样子拍打肾腧的位置，可以有补肾的效果。用徒手还是要用那个？一样用空掌的方式，这样子空杯的方式。好，然后再来就面棍上场啦。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大腿的内外两侧呢，可以这样子用敲打的方式，这样感觉应该还蛮有感觉。你敲打陈红老师哦，因为这边的话呢，就是有我们的阳经的穴位。那如果说是内侧的话呢，就是跟我们的肝脾肾3条经络有关系，这样子由下往上敲打。这边都可以刺激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就是没事，感觉不错吧？可以，很好，很好。志老师来教我们这个橡皮筋的手指操，家里都有橡皮筋。好，那我们橡皮筋呢，我们要带大家做一个很有趣的魔术好，我们通过魔术来训练我们的小肌肉。首先，我把这个橡皮筋套在我的食指以及中指的位置，是。好，展示一下，前面没问题，后面没问题。对，我等下做什么呢？我让它瞬间跳过来，看仔细哦，像这样1、2、3，它就跑到另外一边去。你的魔术哎，对，而且还可以魔术界的周杰伦吧？而且我还可以增加一点难度哦。是，我把我手指头全部绑起来，你可以看到绑起来的情况下，它更难挣脱。老师，您检查一下，这是真的橡皮筋还是假的？真的啊，真的。哎，没问题，厉害厉害。好，准备哦，怎么样？我一样哦，给大家展示一下，前面没问题，后面没问题，看仔细，1、2、3。Go， 它一样可以跑到这个位置。怎么这么厉害啊？好，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变这个魔术。我们在后面的位置，掌心的位置，把它往后撑开来。好，这时候呢，4只手握拳，包住你的4个手指头。好，这时候你只要把手往上一拨，它就被你拨到另外一边去。来哦，来哦。流出来了啦！人家流出来了。看一下甩马的动作示范哦。你看，拿大白菜去煨，然后煨到最后就是等于是清炖的。欢迎今天特别来宾是汉普顿酒店主厨吴青峰主厨，你好，大家好。好，洪哥，我们今天要讲上海菜，哇，你已经准备好了？是要祝大家呢，这个五事齐昌，年年有余。所以呢，汉普顿的7号洋房特别准备这只全鱼，在这个时候啊，真的是一鱼难求。这是什么鱼？我冒昧请问一下。这个是鲳鱼，是吗？啊，主任你也知道鲳鱼。然后呢，不管是白鲳或者是银鲳，都要好好珍惜，从头到尾都不能浪费哦。哇，是不是？一定要全鱼，对不对？是，年年有余，漂亮。而且你这个不是那种补拌的，这个是大鱼耶。对，所以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吃到这么大的，对不对？对。现在已经在介绍年菜，我请各位来宾上前，带着你们的碗筷，赶快来享用吧。这个是什么？哦，这个鲫鱼，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说江浙菜，我们常常说本帮菜啊，或者是上海菜、沪菜，他们就是说冷盘就是头牌。那所以说呢，最讲究的到12道，然后我们准备的是几道冷菜？我们今年准备的是5道，那也就是表示就是五福临门嘛。对，那五福临门里面这个应该就是脆鳝吧？脆鳝，这我要直接夹了。这个脆鳝是小孩子吃了之后都会很开心的，那吃了就是不要再吃零食，就卡哩卡哩。为师自己来，然后呢，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葱烤鲫鱼。葱烤鲫鱼是连骨带肉全部都可以入口即化。酱牛肉，对。那还有这个植物性蛋白里面有非常多的，就是我们3星葱
葱，对不对？葱油鸡，葱油鸡，然后就是 K。另外我要说的是，江浙菜里面最厉害的一个就是糟，这个叫做醉元宝。醉元宝这个是用酒糟，这个要用疏肥的概念，这个有酒糟，对，猪脚吗？这个疏肥的，然后你完全入口即化，很好吃，弹牙可口。这个就是上海菜里面弄堂菜里面最玩味，而且是最值得推荐给大家，百吃不厌。所以连日本人来到台湾就一定要吃这个。它加了非常多的一些所谓的蔬菜水果去熬汤底，所以它不用，它坚持是用汤底来吊汤头，对，不用味精。对，哎，现在饭店还有人这样做的吗？敢不放味精的主厨好像很少。主厨可以帮我们包一片这个，那个到底是要怎么切？因为我每次常看到上海菜里面这个一般来说就是外婆的红烧肉嘛。哇，上海菜、年菜，它就是夹着那个皮挂毛皮来吃，对不对？而且要就是肥厚要搭配，而且这个皮还要热热的，对，要有弹性是吧，主厨？对，没错。它通常是要处理多久？这个皮？这个皮通常都是我们饭店点心师傅自己包。对。哇，好嘞，洪哥，您这一块要请哪一位来宾来品尝？我让您自己清点一下，我要让这个来宾来亲口咬下。这个是蒜苗吗？蒜苗丝，这个就是变成台式的后嘎地。如果说你如果还要口味再加重的话，吴医师你还需要放花生粉吗？请您来咬一口吧。如果有的话，好像没有。就台式里面还有花生粉啦。真的，请吴医师来品尝一下。你回家再慢慢享用。这就是我们台式的汉堡。这个现在在英国卖的很贵，很贵，我要来看您亲口吃一口。这咬起来应该会满嘴全部都是酱对，我咬一口，咬一口，来哦。流出来了啦！真的流出来了，真的流出来了。这里有纸。洪哥，以前我们在讲蒋公狮子头，蒋公狮子头它之所以好吃的原因在。解释一下，其实狮子头。主厨您可以边来就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宁波菜啊。那么，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蒋公它是来自于宁波，那宁波呢，它就很多小海鲜，像现在很多如果到上海，你会发觉到地方菜色现在是越来越多人喜欢，像台州菜啊，就是舟山群岛这一带。那蒋公狮子头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它在里面，它就用一些小海鲜来提鲜。那么除了肉以外，因为呢，这个就完完全全就是非常考验主厨的。它等一下会摔打吗？它这个摔打就是要把这个肉的延展性，但是现在我们都鼓励大家。如果在家里面做的话，不用一定要像它的肥瘦，一般来说是4分肥6分瘦，对不对？对。那但是如果说在家里面，你就可以用一般我们说面包碎啊，或者是用豆腐啊、豆腐渣来代替多余的这些肥肉，一样是分子化。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它那个手劲一定要主厨的这个手的温度，让那个肉的粘性还有延展性粘在一块，就有点像手打的贡丸一样。那这样子吃出来，它才会感觉到有筋道。在打进去同时，我请教王医师。王医师，我们知道有热量五钠天王这个年菜必吃，原来最高冠军是很可怕，这是我们的蹄膀。4103卡，对，大卡。那个之前那个黑白大厨啊，不是不管每个主厨都很喜欢做东坡肉，对，你就知道因为什么东西会让评审一吃上瘾，留下深刻印象，就是糖加盐加油加肉类的蛋白质。这个也就是上海菜它的味型，就是浓油赤酱，就是浓油赤酱。对了，对，没错。所以你会发现说它之所以好吃，就是因为它一定有糖嘛，有盐跟油。那这3个东西呢，对我们大脑的奖励中枢有时候是毒品的好几百倍。所以为什么你会吃了又吃停不下来？那就变成说，如果我们今天要吃一个像这样年菜很丰盛的一个美食，那你的前后就是要做一些防护的措施。例如说，我会建议我们高纤维的东西，它可以延缓血糖上升，还有抑制脂肪在肠道的过度吸收。我们小时候在蒋公时代，我们那一边吃一边喝香片的概念是一样的。对，就是它有一点点那个以前的智慧留在那边。就是有儿茶素，所以它是佐餐最好。没错，就不要喝咖啡，不要喝调饮，没错，就是喝茶。对，它有些茶就可以去油腻。主厨是不是要摔打？让我们来看一下摔打的动作示范哦。你看，大家都误以为，都有一种误区，
以为说所有的这个狮子头都一定要炸到上色。我有看过，从前我的一个老长官，他就在家里面，因为爸爸妈妈都90几岁了，他就直接这样子做，然后手打的这个狮子头呢，拿去用蔬菜底，就是拿大白菜去煨，然后煨到最后就是等于是清炖的。好，我们直接来看成品，我们请洪哥来介绍黑桌上的这一座成品。这个就是蟹粉狮子头啦。这个蟹粉狮子头，这等于就是6星级的，这怎么办呢？这就把就是所有手工剥出来的，不是用那种胡萝卜的，不是假的，是真正大闸蟹拆蟹粉，有专门的那种蟹粉，然后呢，用你这个是真的大闸蟹去做的提味嘛，然后这个手打狮子头就是还原你现在做的，对。然后如果说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剩下来这些汤汁，再把狮子头放到里面慢慢去煨，或者是随时再加大白菜，不用再加水，它就会自然鲜甜。它就是带着睡就是了。你看是不是那很简单？枕边人应该就不会被吵。到鼻上，大家可以看，我开始呼吸以后，它就自己会做动。我们猜看这个好了，大家觉得这是什么动物？这个我还猜不出来。好，那我们给大家提示一下，它在比较热的国家会出现的动物。睡眠呼吸中止症其实是很严重的，这是要治疗的。不过打呼怎么回事？陈乔恩他呼吸中止50秒，先生说他这个叫恐龙式打呼李宣荣父亲因为呼吸中止症突然陷入昏迷，血压直降过世。詹姆士在他脸书讲，他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1个晚上醒来300多次，所以为什么我们看他脸上贴很多？他这应该是做检测。对，他在医院做这个我们叫多项式的睡眠生理检查。那这个恐龙式的打呼又是怎么回事？这种声音通常大家听过，应该就印象很深。它声音非常大，非常大，然后到中间它可能会突然就停掉。那其实很多人都会注意到说，另外一半打呼本来很大声嘛，突然就没有声音了，所以都会非常担心说他是不是没有呼吸了，是不是像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但其实大部分不会因为他停断一段时间以后，他慢慢又呼吸又上来，然后打呼的声音又出来这样。不过睡眠呼吸中止症当然比例上蛮高的那以这个流行病学来讲，这个男生大概有，我们讲年纪大一点，中年以上，对，大概他有4%。OK， 算是蛮高的就是100个里面就有4个。那女生稍微低一点，好像这个陈乔恩这个算比较少一点。女生的话比较容易。打呼的人他有睡眠呼吸中的机会就上升非常多。那你女生的话大概是2%左右。我让您听一段这个声音档，您来评论一下这个打呼声严不严重？来，我们请听。这怎么会不严重？这个严重。还有又来小小的细微了。这是恐龙的吧？医师。不过其实当然这个声音算是非常大不过我这边也必须要强调一点，有些人他呼声不大，他还是有可能睡眠呼吸中止。大家要先知道说打呼这个声音怎么出来的。打呼就是因为这个空气在经过一个很狭小的空间，那通常就是我们上呼吸道嘛，那它引起了这些软组织的共振之后产生的声音。但是什么时候会没有声音？就是呼吸已经完全终止了，它已经完全阻塞了，根本没有气流进出了。对，所以那个阶段其实它是不会有声音的。所以我们刚才讲说打呼打到后来突然停掉，其实它已经完全没有空气在做进出了。我的意思是说，枕边人要不要提醒他要换个姿势？要不要让他中断这个打呼的这个？其实也不用提醒他，很多另外一半都是这样被踹醒的，这样因为太吵了就被推。也有很多因此离婚的，踹他一脚那他可能就翻个身，就突然就没有打呼。但其实说实在，再睡一下之后，后面鼾声还是会再出来。所以他必须治疗。我们看到这个阳压呼吸器，但一般去医院做检测，因为他要贴很多东西，所以有时候检测病患会不太想检测。没有错，大家可以看到詹姆斯那个图嘛其实我们这个为什么叫多项睡眠的生理检查？因为它要检测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包含呼吸啦，这个胸腹部的这个呼吸的动作啦，脑波就一大堆了，还有这个肌肉的活动是怎么样啊，还有心电图等等所以其实身上真的是五花大绑。那吴医师，我今天要请你来示范了，这个阳压呼吸器到底要怎么去戴呢？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我自己在用的机器哈，因为不好意思，我也是中度的患者。您是中度，我是中度的患者。那所以现在一般建议就是说，你只要是中度以上，其实都应该要接受治疗。这样子。那这个带不带得住，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哈。听说这个能够接受治疗，大概只有20% 左右，因为他带着睡觉，带得住的人呐，哈，带得住的人。那其实它使用上面其实并不会困难，大家可以看。我们就是一台机器，那接着电源，对不对？对。好，那它透过一个这个呼吸管，好，那这个面罩上面其实它现在越做已经越小，大家可能有看过那种比较大的面罩，它可能要罩着鼻子啊，罩着口鼻啊，那当然体积就比较大，哈，有时候你在翻身的时候，它就漏气了，它就掉了，等等。大家可以看，现在设计已经越来越轻巧。对。那这个佩戴也非常容易啊，大家可以看，其实它佩戴非常简单。我把眼镜拿下来好了。它就是带着睡就是了。你看是不是那很简单？枕边人应该就不会被吵。套到鼻子上，大家可以看，我开始呼吸以后，它就自己会做动。它原理是供氧吗？它不是供氧，它是给你一个阳压，我们叫阳压，它叫正压呼吸器。那是舒服吗？它透过这个正压，让你的呼吸道不会塌陷掉。对，所以你看戴着，对，我只要嘴巴一开，它的压力就跑掉了。好，所以基本上应该是不能讲话。那你在这个佩戴当中，如果说它的呼吸有阻力的话，这个机器自动它就会帮你加压，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这种所谓自动调压型的机器，所以它侦测到说你的呼吸不顺、压力上升，它这边就会加压。好，治疗师来教什么是健脑运动。好，健脑运动就是我们透过一些不同的认知功能来做训练。比如说这个叫四知觉，好，其实我们平常有视觉，但是我们多了知觉就是我们要分辨出它原本是什么东西。蝴蝶，没错哈，陈宏大哥答对。我们透过一点线索猜出，它是蝴蝶。我们猜看看这个好了，大家觉得这是什么动物？这个我还猜不出来。好，那我们给大家提示一下，它在比较热的国家会出现的动物。猩猩。它可以有时候有人会把它当做交通工具。没错，骆驼。接下来分享第二个，好，第二个呢叫做生肖捉迷藏。我们试看看哦，这个大家觉得缺少什么动物？哇，好难哦。吴医师，你考倒了一群医生群，公布答案。你是告诉我们都有失智症年轻化的现象，是不是很多人都有失智症年轻化的趋势呢？对，所以越早做这种比较难度的题目，对他来说有越早预防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迹象嘛，对不对？就是都有机会，有可能。偏酸的水果好就是它有多酚类，多酚类对我们修复高脂肪造成的肠道的伤害也有帮助。你觉得这一个莲藕吃起来好咸？这个会饱而且会帮助你发育，还会再长高会长高。好，陈宏老师他逆龄的秘籍曝光，他平常非常注重饮食跟养生，所以他说，你吃核桃莲藕排骨汤怎么挑怎么选？老师，好，我现在跟大家解释一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尽量要戒糖，还有戒淀粉，我们要吃一些优质的淀粉，就是抗性淀粉。抗性淀粉其实像莲藕，我们以后都尽量不要再用什么勾芡的东西，就用莲藕粉。那么如果说今天我们现在这个在台湾，我们一般北观音啊、南白河就有非常多很好的淀粉，就莲藕或者是莲藕产季大概是在夏天到入秋10月份新鲜的。那么另外呢，如果说大家喜欢吃珍珠奶茶，现在连高雄都有一家用莲藕粉去做出来的养胃嘛，因为莲藕这个自古以来这个老祖先注泻，这一锅吧，那这个呢，太香啦。这个就是像我刚刚我发觉到用提味不靠调味，对，这个就是徽菜里面很多人都知道莲藕排骨汤，可是这样吃太淡了，我们就把胡萝卜啊、核桃、红枣补气，然后放到这里面。它就可以做成很好吃的莲藕排骨汤。一般都会觉得核桃它外观啊，就是里面的那个果仁长得真的很像我们大脑的那个回路这样。它是真的有效吗？那如果说中医是讲说宜心不行啊，那如果说是以功效来讲的话，因为它是入肾，我们一直中医认为说失智症是跟肾虚是
有关系，所以它是有很好的补肾的作用，然后它可以滋润我们的五脏，所以它有很好的补气养血的效果啊，或者是有一些温肺润肠。那如果说以它的营养成分来说的话呢，它里面含有很好的卵磷脂，所以它是在负责我们大脑里面神经传讯的那些功能存在。那因为它里面含有的那个油脂呢，它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它可以提高我们好的胆固醇。另外呢，它因为它有含有比较多丰富的矿物质，那还有一些不饱和的脂肪酸啊，或者是一些微量元素，所以它可以提高我们的抗氧化的功能啊，也有可以促进我们免疫的系统的作用。哇，王医师，这5大原则一定要遵守了。其实你会发现，我刚刚讲过哈，好菌只吃素嘛，所以这5个里面有4个都是植物性的饮食。可是为什么鱼会出现呢？因为现在其实他们卫福部也把我们的蛋白质类是豆、鱼、蛋、肉、奶这样的顺序换了一下，可见在豆类以外，接下来他把鱼放在肉的前面，因为鱼它其实属于一个就是 Omega-3 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肉，而且海鲜对肠道菌的影响跟一般的红肉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它是有一些好的物质在里面，所以要把它放进去。那在前面有个 Mega， 就是为什么水果要放莓果类？很多人台湾水果都太甜了，那个果糖太高，越吃越失智。好，所以你要找的是偏酸的，因为偏酸的才会有维他命 C。挑这些偏酸的水果，好处是它有多酚类，多酚类对我们修复高脂肪造成的肠道的伤害也有帮助。就像这种深绿色蔬菜或是全谷类，我现在都建议说，就是饭的话，我们要以全谷类的饭去取代传统的白饭以外，它又比面类还要更好，因为面食有时候它也是糖油盐都要加起来，但全谷类它是比较接近真食物的。是，哎，这个治疗师你刚刚很棒，我们犒赏一下。你发觉到，你觉得这个莲藕吃起来会不会很烫？这个会饱哎，而且会帮助你发育，还会再长高哎，会长高，真的。治疗师陈宏老师亲味的莲藕汤如何？来说口感。非常脆，而且我很想等一下再捞一碗来吃。真的吗？双手比赞放在下巴，双手比赞，身体维持正中姿势，慢慢的把它往上推。好，还伸展你脖子的前侧，它等于是放松吧。接下来呢，好，你可以双手扣住。好，那我们伸展肩颈，好，脖子的后侧，抱头，然后眼睛看下面，慢慢的往下压，然后身体维持正中就可以了。您讲完马上来运动工作了，来助眠运动完就可以吃了。洪哥也请您就坐。好的，因为睡眠很重要吧，吴医师。睡眠一天要睡几个小时才够？目前建议还是至少6到8小时。哦，6到8小时。那当然，过去的研究也显示说，不管睡太短、睡太长，其实都不好。大概这个时间就是最好。6到8小时。接下来是助眠运动喽，治疗师来。好，那我们在睡眠前1到2小时可以做一点伸展运动。好，那因为它可以把我们的肌肉放松，核心体温升高。啊，过了1、2小时之后呢，这个体温下降之后呢，好，这时候就会产生睡意。好，那我们双手比赞放在下巴，双手比赞，身体维持正中姿势，慢慢的把它往上推。好，还伸展你脖子的前侧。好，一般在家你可以做10到20秒。那我们今天先大概做个3到5秒就好。好，这样要干嘛？好，伸展脖子的前侧。好，它等于是放松吧。接下来呢，好，你可以双手扣住。好，那我们伸展肩颈，好，脖子的后侧，抱头，然后眼睛看下面，慢慢的往下压，然后身体维持正中就可以了。好，平常办公室族哈，也可以做这种运动。头要往下压。对，好，接下来呢，好，你可以右手，好，左手伸到右耳，慢慢的往另外一个地方，好，带过去。好，所以我们就把脖子不同的角度都去做放松。对。好，然后另外一只手也可以试看看哦。所以这个是帮助头脑放松的方法。对，头脑、肩颈都会把它放松。哎，这个很好。好，这是我们的脖子跟肩膀的位置。那接下来我们做手臂，手放在脖子后侧，那只手扶着手肘，慢慢的往后带。然后你头可以抬起来，刚好给它抵住。好，那可以让它比较稳定。好，放松你的手臂。好，也是大概那个三头肌的位置。